大家好，天堂經典版這是4月1號的更新，似乎討論度蠻高的，但都不是在討論商城的韭菜盒，還是哪個盟跟哪個盟又不合了，結果都是在討論活動裝備那2頂帽子。沒錯，就是貝雷帽跟草帽這2頂現實的裝備啊，居然可以引發2派玩家的討論。我們就來看看玩家到底在討論什麼吧。首先來看看這次的活動裝備貝雷帽跟草帽，我這邊有做個圖表啦，給大家比對一下，大家很快就可以看清楚了。我就簡單的舉例貝雷帽的部分，草帽的部分呢，大家就在自行觀看就可以了。貝雷帽呢，加0就有防禦減7的效果，對比我們一般騎士都會穿紅騎士頭巾嘛，紅騎士頭巾加6也才減8防禦，你要把紅騎士頭巾衝到加9防禦才有減11。但你看，現在拿防卷把貝雷帽點到加4，它的防禦力就有減11了。這個減11防就是輕輕鬆鬆啊，簡直是妥妥的神裝。難怪有一部分的玩家不惜成本，就算這個帽子4月29號就會被官方回收，還是硬生生的衝到加6或加7。因為防禦高了，打怪省下來的水錢啊，可能都比那幾張防卷還要多啊。也就是因為這2頂帽子的強度特別的強啊，也當然就是這次討論的爭議點了。我們來看看2派人的說法吧。一派是說花5000塊金幣就可以跟 NPC 買到這個活動帽子，衝一衝就可以爽1個月，防禦提升，打怪變得更舒服，這個投資很划算。另外一派呢，就是覺得這個是 NC 的陰謀啊，因為這個就跟天堂 M 跟天堂 W 一樣的套路，就是限時收藏品活動。官方先給你1個月超高防禦的體驗，讓你習慣了之後呢，那個強度在練功地圖等到4月29號裝備一回收之後，你就會發現你的防禦瞬間扛不住了。這個時候呢，你就會開始衝裝備，找回那個失去的防禦力。這個就是官方金幣回收的手段。其實2派人都有各自擁護的說法，並沒有說誰對或誰錯，只是遊戲的玩法不同而已啊。但是我比較在意的是那個活動裝備。穿了之後10分鐘拿一個金彈，然後金彈1天上限最多領取144個。現在就請我們的體育老師來教數學了。我們來算一下，1天24小時等於1440分鐘，然後每10分鐘1個彈，就代表說呢，你要整整掛機24小時都不下線、不斷線、電腦不關機，你才可以拿到144個金彈。恩熙大哥，你要不要看看你這次的活動主旨在幹嘛？天堂經典版當初就是打着手動遊戲回歸初衷的旗號，結果你現在設計一個強迫玩家掛網的活動，就算是手遊啊，天堂 M 或 W 也沒這麼誇張啊。這是不是官方在測試大家的底線？他在測試到底有多少人會為了活動獎勵，心甘情願把賬號24小時掛在線上？這是不是在為以後全地圖開放 ATS 做鋪路呢？還是在釣魚，看看哪些賬號是真正的玩家？還是哪些賬號是傳說中的 T800 跟 T1000？ 這種把手遊思維搬到經典版的做法，說實在是覺得有點爛啊。接下來這個消息呢，是近期根本沒想到會發生的，就是有一家可能規模不小的外掛商跑路了。官方的說法是利潤下滑，嚴重入不敷出，所以決定停售。但實際上的情況可能是用戶通通都被當韭菜割了。很多剛買外掛月卡的人啊，反映外掛才剛買 ，QQ 群的管理員就人間蒸發，然後驗證伺服器直接關閉，售後服務完全找不到人。這些人就是妥妥的被外掛商坑了。這讓我想到以前黑色沙漠啊，也有外掛商跑路的情況。那個時候呢，是官方強力打擊外掛，但這次呢，是天堂經典版外掛商居然是被市場機制搞到跑路了。也可能是因為4月1號愚人節後的更新啊，官方在後台做了一些調整，導致外掛的維護成本變高了。雖然這可能是戰勝外掛的第一步，但大家也不要高興得太早。跑路了一家外掛商，後面可能還有新的外掛商在直接補上，大家一定要觀察這種情況能維持多久。最後就是4月22號，火龍窟即將開放，雖然目前官方還沒有公布詳細的更新內容，但我們可以參考之前橘子版的來做準備。火龍窟最經典的武器當然就是射弩機之劍嘛。在橘子版的時候呢，射弩機之劍是可以說是騎士 PVP 最強的武器。傷害的部分呢，小怪是16，大怪是10。
在那個傷害普遍都不高的年代啊，這把劍的輸出是非常驚人的。但是它的材質呢是鋼鐵材質，所以打不死系的話沒有加成，所以你的系劍呢還是要留着。更重要的是材料，製作這把武器的材料呢，預計會用到大量的高品質系列的寶石跟鑽石。目前比較昂貴的就是高品質鑽石嘛。目前版本會掉高品質鑽石的小怪呢，有伊萊克頓、奎斯坦修，還有邪惡蜥蜴。強盜頭目，如果打得贏的話，也可以去打打看。至於頭目的部分呢，有四色飛龍跟巴豐特這幾隻也會掉高品質鑽石。至於是地龍啊、跟水龍還有史奇啊，這些不是鎖血就是打不死啊，直接把玩家當空氣秒殺，就不用想太多了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，感謝大家觀看。大家對於這次活動裝備或者是外掛商跑路有什麼看法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哦。